没想到你这个小姑娘这么快就凑够了母亲的10万块医药费，一定很不容易吧？江宁，天字包间那位大佬刚从国外回来，据说给小费特别大方。你正需要钱，要不你替我去送酒？我就是打扫卫生的，我怕做不好服务员。没事，把酒送进去就能拿小费。不过你可别乱说话，据说这位大佬特别不好惹。谢谢这位姐。谁？我是来送酒的服务员。这么有钱，还借酒消愁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先生，你喝醉了，我给你倒点新酒药。没用的，我比金钟对手还算了，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。如果有了这些钱，妈妈的医药费就可以交上了。我昨晚和这个陌生男人睡了。陆之威，医生，我妈的病后续治疗费还需要多少？你母亲是慢性肾衰竭，手术过后还需要准备最终的换肾，至少还需要80万，早点准备吧。80万，80万！招聘保姆，月薪10万，还包住宿。江宁，你的脖子怎么了？啊，你昨晚送完酒还和人睡了？哦，没有，只是过敏了。那个男人的样子我居然记不清了。也对，大佬也看不上你。朱薇姐，我找了别的工作，明天就不来了。大孙子，奶奶呀，给你找了一个大师算卦，说你近1年有血光之灾，奶奶给你找了一个八字挺合的姑娘来照顾你，你一定喜欢。奶奶，你换个方式催婚。阿文，你都28了，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，你什么时候给奶奶找个孙媳妇呀？孙媳妇？我有分寸。阿文，奶奶等不及抱孙子了，这次呀，你就让奶奶安心吧，就让那小江姑娘过来给你当保姆，好不好啊？哦，好，奶奶，听您安排。哎，阿文，放心，奶奶帮你查过了，这个姑娘很本分的。好，奶奶，我先回公司了啊。本分，那我倒是要看看多本分。穆总，我应该怎么安排江小姐？随便，反正她待不久。是。啊，江小姐你好，我是莫总的管家，你可以叫我林叔。林叔，我是莫总的助理肖哲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莫总的私人保姆。除了安排莫总的生活起居，还要安排莫总在公司的饮食以及一些文件整理。月薪10万包吃包住，就算是24小时的保姆，我也要留下。明白了，那我先做什么？来过这么多女人，还是第一次遇到开口不是问莫总在哪的女人啊！你先去厨房做饭吧。厨房在哪？
没问题。他好像不是来勾引莫总的。莫总，这女人不对劲啊！哎。莫总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楚之薇，昨晚是你送的酒。昨晚？难道江宁昨晚和莫总睡了？是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给你的可不止10万，可你只拿走10万，有点意思。拿钱离开，或者留下。空白支票，我是不是要多少都可以？江宁，既然你目光短浅，拿了10万就走，那这嫁入豪门的机会就是我的了。我是第一次，不是来卖的，您别用钱侮辱我。昨晚你是不是落了什么东西？啊，还有我的手串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莫夫人，跟我回老宅见奶奶，顺便应付一个人。我觉得他和之前接近莫总的女人有点不太一样。白天不一样，不代表晚上不一样。之前不也有女人白天装无辜小白兔，晚上秒变兔女郎？让奶奶塞进来的那个女人江宁来见我。是，江小姐，莫总回来了，你先把菜送去餐厅，莫总要见你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他？江宁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小人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烫了一下。诗薇姐，莫总，没事的，让他陪我去处理一下就行了。好。江宁，你怎么在墨家？墨家招聘保姆，1个月给10万呢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保姆？用这么荒唐的理由接近莫文，他可是我男朋友。我没有，之薇姐，我只是为了母亲的医药费，我才来工作的。宁宁啊，我男朋友呢，他最讨厌不干净的女人接近他，万一被他知道你在酒吧干过，这私人保姆的工作可就不保啊，知道了吗？我不会靠近他的，之薇姐。那就好。之薇姐，我妈给我求的手串好像丢在包间了，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？行，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谢谢之薇姐。江宁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别想相认。哼。莫总，能不能把手串还给我？这是我妈妈为我求的姻缘手串。你落在我床上的，还想收回啊？我妈交代我，让我送给最爱的男人。但是我知道你还没有爱上我，你只是想对我负责而已，所以我想暂时收回。不过我有信心，迟早有一天我会亲自戴在你手上。你这么自信？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这个手串我先帮你保管。只要他不再出现在江宁面前也行。莫总，您的胸针歪了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啊？你换香水了？同事不小心打翻了，洒在了我身上，
下次我注意。还回原来的味道。好，今晚我一定要拿下你，生米煮成熟饭。莫总，天色晚了，我们……我让司机送你去警员，缺什么你直接告诉他就好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来我身边工作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味道不对。穆总，确定那晚是楚之薇，还要查吗？查。是。那江宁怎么处置？今晚饭菜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除了楚小姐的事情，我实在找不出错。可若是再随便赶出去，老夫人那也不好交代。他有问什么吗？有，他问我工资是不是税后10万，其他的倒是一个字没问。有点意思。宁宁，最近工作顺利吗？不要太辛苦。放心，妈妈，我在这里只是当保姆呢。只要能救妈妈，当24小时保姆，我也愿意。江宁，您身上什么味道？好特别，是用了什么吗？没有啊。怎么，和我都不说了吗？会不会是洗发水的味道？怪不得，刚才莫文和我说，他闻到了你身上的味道，难闻死了，说要把你赶出去。万一你真的被赶出去的话，你妈妈的这病该怎么办？朱薇姐，我以后再也不用这洗发水了。洗发水还有吗？我给你藏起来，免得被人发现了。你身上一股果香味，用这个香水遮一下。谢朱薇姐。香水味这么浓，能洗吗？你去做4杯咖啡，待会儿送到书房去。哦，好。这就是你们花100万做的方案。抱歉，莫总，我们马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个方案必须要做好，钱不是问题，项目还能不能玩了？还能继续下去吗？重写去，都给我重写，知道了没有？这串珠子好眼熟，和我丢的那串好像。滚出去！不好意思，莫总。他好可怕。江宁，莫总每天都会工作很晚，你作为私人保姆，必须随传随到。那我一直在这里啊。是的，如果你受不了，可以另谋高就。为了妈妈，加油！没问题，小助理，你有事喊我就行。江宁，你和莫夫人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那夫人真好，她给你喷的香水值好几百呢。可能我身上的油烟味太重了吧。江小姐，你身上的香水味很特别，但是莫总不喜欢保姆身上喷香水。我这就去洗澡。还有一瓶洗发水在这儿。这位姐说莫总讨厌果香，可是明明很好闻啊。算了，还是少用一点，除除身上的香水味吧。
经理，再做一份咖啡。好。这样喝咖啡，真的不怕猝死吗？莫总，这就是你讨好我的方式？我只是做好分内事。想留下来？想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工资高啊。就因为这个？还包吃包住。咖啡香味，所以我煮了安神茶，还有小馄饨。她好像那般的女人。想看书，进来看。啊！经理还没做。时间不早了。经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在为难他？莫总，您困了？你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，回去吧。莫总，你没吃药居然困了？往常哪怕吃了药，也只能睡4、5个小时。看来张小姐的安神茶还不错。莫总好吓人啊，那气压感觉和那晚的男人好像。我在想什么呢？那可是知薇姐的男朋友。喂，知薇姐。江宁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接电话？我刚刚在给莫总他们做夜宵做咖啡呢，他们刚刚才结束工作。莫总看到你，有没有说其他的？有，他让我滚。莫总一向是这样子，不喜欢别的女人接近他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哦，晚安，知薇姐。今天大家都好漂亮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天是莫老夫人来莫家的日子，每个月13号，莫老夫人都过来，大家都想打扮好点，说不定被老夫人看上，也许会成为莫太太呢。听说莫家子嗣凋零，到莫总这一代就只剩她一个，老夫人都快急疯了。你就是江宁吧？是的，老夫人。江宁啊，你能帮奶奶一个忙吗？老夫人您说。你可能也听他们说了，我们莫家呀这一代子嗣凋零，何况我那孙子，他对结婚呀也不上心，整天清心寡欲的，我都怀疑他性取向有问题。你可以帮奶奶试探一下嘛，你若此次成功，就可以嫁给莫家。不行，哎呦，老夫人，我只是来工作的。哎呀，拿着没关系，你呀就是被他撵出来，我也奖励你20万，你母亲后续的医药费也有了。老夫人，我是不是只要穿上这个衣服，在他房间里转一圈，就算完成了？那当然可以了啊。行。
我真聪明，莫总这个点儿肯定在加班，我转一圈就走。不装了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半夜爬我床啊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立刻滚出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莫奶奶，我被赶出来了。没事，奶奶给你转账。银行卡到账20妈万元。妈的疗养费还差60万，我要是被开除怎么办啊？我上哪去找月薪10万的工作？这么好的工作，千万不能丢啊！我得想想办法。他就是为了工作，为什么我对他有那种感觉？老板误会我勾引他要开除我，我该怎么样才能不被开除？求他抱大腿球，然后看着他认真道歉。这真的有用吗？那晚的女人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让我留下吧，不要赶我走。江宁，求求你了，莫总，让我留下吧。想留下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您给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么高工资的好工作很难找的。你吃的安眠药起作用了。干什么呢？昨天跟我说要某人走，今天……我是吃安眠药睡着了。我睡了多久？连续8个小时啊！就你睡了，拉着江小姐不松手。衣服穿好。没发生什么吧？江小姐怎么处理？昨天的监控查的怎么样？查是查到了，是老夫人给江宁的衣服，说是试探你是不是正常男性。你若此次成功，就可以嫁给墨家。还差60万，我要是被开除了怎么办啊？去查一下江宁的资金流向。好的。还有，明天开始，江宁去公司上班，做我的私人秘书。江宁，他的味道好熟悉。听说了吗？楚小姐是莫总钦定的秘书，不但是亲自定的，我听他说莫总不喜欢他在公司说他们的私事，楚小姐和莫总绝对不简单，说不定她是咱老板娘呢。但今天人事说又来了一个私人秘书啊，私人秘书。江宁，他怎么和莫文坐在一起？莫总呢？真能睡啊你！走吧，到公司楼下了，我带你去熟悉一下环境。这边呢都是日常的办公区。哦。这个莫总办公室，没叫你就别过去。哦。这位是莫总新来的私人秘书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宁。江秘书，欢迎你啊！欢迎！江宁，做杯咖啡送进莫总办公室。
哦，好，我来做吧，正好我要去送文件。好。莫总不喝双份萃取，你忘了，他是我男朋友啊，我做的他都会喝，这是我们情侣间的小情趣。的确我不太懂，还是好好工作赚钱吧。莫总，你是我名义上的莫夫人，这种小事让江秘书做就行。江宁他有事情，我就顺手帮他送过来了。他能有什么事啊？没想到江宁还是和莫文越走越近，凭什么？我才是莫夫人。莫总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莫总，我今天方便。不好意思，我送个文件就走。处理干净。好，江宁，坏我好事。他们才是小情，为什么我心里有点酸酸的呢？王助理，你们是要喝咖啡吗？来杯咖啡，加很多很多奶。得加糖，有棒棒糖更好。你稍等。果然，私人秘书就是开放，就是真是名不虚言啊。你的咖啡喝吧，加很多很多奶。你，可是你说要加很多奶吗？那杯子装不下呀。你就是故意的。看什么呢？半小时后莫总开会，都去准备一下。装什么清纯？你不就是那种送上门的女人吗？哼！刚刚楚小姐衣衫不整的从莫总办公室里走出来。莫总对女人从没这么心急过，搞不好楚小姐以后就是我们老板娘了。嘘，别被莫总听见了。莫总最讨厌别人议论他的私事，小心被开除。江宁，订一家晚饭的餐厅，公司团建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江秘书，莫总都有楚小姐了，是看不上你的，不如你就跟了我。放开！王助理，你再不放开，我喊人了。你喊了，这一层为了让莫总用餐早就清场了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听到。莫总，江宁，你在公司给我咖啡加了那么多奶，不就是暗示我睡一觉吗？我没有，是他莫名其妙找上我呢。我来了，等我啊，江宁。江宁，快给我出来！谢谢莫总。站住！把衣服穿好再出去。哦。江宁，你不顾姐妹情谊勾引莫文，就别怪我心狠。莫总，你尝尝这个。好，我自己来。莫总真是抱歉，他在女洗手间偷看，吓到我们的客人了。他说是您的人，我们才来解释一下。是吗？莫总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人打晕。解释？你想怎么解释？想清楚了再开口。我自首。没听到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把他送过去。活该。吃完回去吧。哎，江宁，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高薪工作，你去吗？可我要照顾莫总，没时间。哎呀，周末莫总要陪我一块吃饭，
我想着你不是缺钱吗？我特意给你留意了一下，这个工作时薪1000呢。你确定你不去？我去。那谢谢这位请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的旧情人要来找你了。这会不会太高了？哎呀，高什么高？这是你的青云路，还嫌高吗？姑娘身材不错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出去一下。是薇姐给我介绍的兼职，怎么不正经啊？我不干了。我得快点离开这里。江宁，真的是你啊！没想到他们说的竟然是真的，你竟然真的在这做伴侣！放手！还在生我出轨的气啊！谈恋爱1个月了，亲都不让亲，我出去找女人睡觉怎么了？你放手！我跟你早就没有关系了。哎，现如今你这种工作，还不如做我的情人。滚开！我是莫总的秘书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放手！莫总可是江城第1集团总裁，怎么可能认识你呢？你还是乖乖陪我吧。那不是江宁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莫总，要不要去看看？不用了，他自愿的，不必理会。救命！救命！江宁，等我抓到你就完了。幸好莫总说过，做人秘书第一条不能乱言。救命！天云会所12楼有人要强奸了！江宁，你一开始就从了我，做我的情人，也不用说我气话。莫总，车长，真没用。处理好。是。为什么去那种会所？我给你的工资不够花吗？朋友介绍的兼职，我以为是正经工作。臭人！我刚刚报警了，我自救了。你要不要看看你通话记录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打给您，我把您设置成快捷1，我以为摁的是110，我马上改，以后不会了。1是我。不用改。莫总，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那家会所负责人的手机里好像有楚小姐的电话号码。先保存数据，继续查。好。莫总，我可以自己走，我没事。穿睡衣去我房间的时候，没见你这么害羞啊。那是意外。意外。穆总，将您的资金流向查到了。江小姐的母亲是慢性肾衰竭，前几次给江小姐发的钱和奖金，资金流向几乎全流向了医院。她还需要多少钱？应该还差50万。找个时间，找个理由，把钱给她。当年江小姐父母离婚，母亲为了女儿的抚养权净身出户，而父亲和小三的女儿又抢了江小姐的男朋友，倒是挺像江宁的。都前男友了，还给江宁发信息。
话说江宁和她男朋友不会和好了吧？还好有我老板在，他虽然平时凶凶的，但其实人还挺好，我一定要好好工作。喂，这位姐。江宁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家会所突然被封了。没事。那你有没有告诉别人是我介绍让你去的会所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你还是别去兼职了。明天我和莫总有约会，你都是莫总秘书了，去商场买点衣服。好。商场衣服挺贵的，但是作为莫总的秘书，确实应该穿得正式一点。江宁，真的是你！你当年和宋泽分手的时候，不是挺有骨气的？现在后悔了，又想勾引我未婚夫？你以为谁都跟你妈一样喜欢勾引男人？江宁，你个贱人！姐姐，我马上就要和宋泽结婚了，我可以允许你欣赏一下我的礼服。要想要回东西啊，就别惹西月生气了。江小姐，您订的服装到了，我先去试衣服，你们聊。手腕白皙，却不似套房内夜所穿的主人纤细。莫总，这还是您第一次陪我逛街呢。哎，那是江宁吗？她身边怎么有个男人啊？他们怎么一起逛内衣店啊？能陪江宁一起逛内衣店的男人，应该是她的男朋友吧？楚小姐，礼服打理好了，您直接试就行了。莫总，给他安排最好的。姐姐，漂亮吧？宋泽特意为我定制的，你也试试我给你选的礼服。不用了，一定要穿，否则你也不想我在你生病的妈面前炫耀一下我结婚的事情吧？宋泽哥哥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他都有未婚妻了，你还说他的衣服？我不是的，这衣服是江新月逼我穿的。扔了，丑死了，还这个。哦，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会所负责人一直一口咬定那晚进您房间的人是楚之薇。穆总，还查吗？继续查。谁让你穿这件的？给我脱下来！江小姐，这件是镇店之宝，价值1200万，弄坏了咱可赔不起。姐姐，我就是怕你弄坏才让你脱下来的。天哪，小莲打在上面了！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可要1200万，你要怎么还？查看监控吧。我们在装修，监控看不了，只能照价赔偿。该不会想耍赖吧？1200万可以入刑了。江小姐，这件礼服你已经买下了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你进行清理。买下了？对。江小姐，这套礼服的尾款和命符你还不能出去。江宁，给我等着！莫总，已经办好了。好。过来。哦。江宁，记住你的身份，24小时全职私人助理。我不想再看到你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，因为我不喜欢我的私人助理的私人生活过于复杂。莫总，你看。莫总，他有事先走了，说您看上的都给他走。那件镇店之宝送去我公寓就行了。那件礼服已经被莫总买走了呀。买走了？对。
那其他的我都不要了。莫文将礼服给了江宁。莫总，这礼服等我回去就脱下来还给你。店里说可以清洗不收钱。他送的能要，我送的不能要。为什么你刚才不说是我给你的礼服？怕他知道你是我的人。他的话是不是在暗示我不要告诉别人和他认识？莫总放心，我不会泄露您的私人信息。江宁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给礼服。你是不是傻？这可是1200万的礼服，比你那破前男友送的野猫套装好多了。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，超出能力范围的不能收，更何况他是……真是熊不可雕。好久没见莫总这么加班了，也不知道干啥呢。现在真的是忙成24小时贴身助理了。明天有个宴会，你跟着一起去。我也去。江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照顾莫总。也是，最近这几天我都累死了。怪不得莫总这几天这么忙呢，原来是累的。哎呀，想什么呢？一定是来打工的。没想到莫总的女朋友和秘书都这么漂亮，不如一起喝一杯啊！这位姐，能够跟各位合作是我的荣幸，我先干为敬。够了。莫总，我也谢谢你。莫总，对不起，我带你去休息室处理一下吧。好。跟日新的合作后面你跟一下，日后若是合作的好，要是想离开莫氏出去谈事情，别人也会让你3分。离开莫氏，我死都不会走。莫总，您是不想要我了吗？楚之卫，你很聪明，拿了莫夫人的名头，就别把心思用在我身上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莫总。江宁，姐姐，你的胸怎么硬邦邦的？我好热，你身上好凉。这点，你干什么呢？好吵，我快吐了。我不是说了用低度数的酒吗？他怎么喝成这样？莫总，冤枉！我哪知道，我给他的明明是葡萄酒啊！你又欺负我，妈妈，我好痛啊！这么疼，怎么不找你前男友啊？前男友宋泽，妈，我赚大钱了。你看，2万，我把宋泽给我的睡衣卖了，存钱养你啊。你把它卖了？2万呢，不要白不呀，妈，放心，我很能赚钱的。那我送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也能卖很多钱。太贵了，那衣服我第一次见，不敢要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呀，你不是我妈，你是莫文小王子。小王子，亲一个。松开。这不对吗？那这样呢？谁教你这么亲的？宗泽？不是，
江宁，你到底有多少前男友？这不是我的手串吗？之前的监控恢复好了吗？这有点麻烦，我们现在手上的数据盘是错的，但酒店负责人现在关店了，目前还在联系中。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好的。江宁喝醉酒就乱抱人，这几年一直有的。莫总人呢？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那江秘书呢？肖助理说他不是先走了。莫文开始怀疑你了。今天我手下的人说，莫总来人化了，你给的这些封口费恐怕不够。300万，明天找人给你送过去。楚小姐很大方啊。把嘴巴闭紧了。知道，毕竟我现在和楚小姐是绑在同条绳的蚂蚱。不过楚小姐，与其担心莫文查出来，你倒不如加快成为莫夫人的速度。怎么又喝断片儿？头疼了吧？不能喝酒还喝。几点了？哎，莫总今天放你一上午假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不过，你还记得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吗？昨天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完蛋了！我懂，来，喝口醒酒汤，慢慢回味。怎么有2碗啊？一杯是莫总亲自准备的，一杯是李叔准备的。我从老宅一直陪着少爷长大，不过到这儿还是第一次见少爷做饭。江宁，你是第一个让莫总下厨房的人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幻想你是莫总有女朋友？你什么时候听莫总亲口说他有女朋友了？莫总对楚小姐很特殊啊。那也许恰巧是楚小姐对莫少有恩呢。像莫家这种京城顶级豪门，想嫁进来的女人都挤破脑袋。不过你不一样，你是老夫人亲自挑选的。你说什么啊，云姐？没事，喝吧。江宁，莫总让你去餐厅。哦，好。松开。这不对吗？那这样呢？我疯了吧？我居然想别人的男朋友。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那个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就这些。好。你昨天晚上说这个手串是你的。我的手串？那晚的男人是他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认。他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了，我要是认了手串，就相当于破坏他和知薇姐的感情，那我不就和江希月他妈一样惹小三了？可能是我喝醉了，认错了。我一直有个手串跟这个很像的，能不能把这个手串送给我？不能。哼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能记得多少啊？江宁，昨天你出去后我就一直找你，我跟你出去不太对，不会是喝错分酒器的酒了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直不回。莫总，我可能昨天喝醉了，有失礼的地方，还请你多担待，不要当真。又咋了，我的大小姐们？楚助理，我昨天明明给你的是葡萄酒，怎么江秘书喝一杯就醉了？江宁他碰不了一点酒，我也是等他昨天喝醉了才知道的。楚助理，
你到现在还没有和赵总对接，资料都送过来2天了，还没整理完？我太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。要不你交给其他同事处理？你忙？我看你心思根本没在工作上。我下次注意。既然楚助理这么忙，那我就交给别人去做。那就谢谢肖特助。一个小小的特助也敢命令我？等我当上总裁夫人，第一时间开除的就是你。那个资料又多又复杂，我哪有时间去整理？我还要陪莫文吃饭呢。海城器械，肖助理，我帮你送回办公室吧。好，谢谢。这都快放不下了。这都是莫总整理完工作一半后的状态，我忙，莫总比我还忙。肖助理，我能不能试试海城这个项目？你？我虽然专业不对口，但是我有相关的实习经验，整理资料我在行的。只是我们这个资料需要非常精确，而且项目需要保密。哦，我可以签保密协议。也行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。谢谢肖助理。人呢？肖助理说他有事要处理，就不去吃饭了。我刚才看到江宁一直在找肖助理，也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什么时候那么亲密了。项目处理如何了？已经在做了。把心思都用在项目上，刘总的项目含金量很高的。那我们送楚助理去餐厅。好的。司机，停下！不好意思，我只听莫总的。完了，忘了安排莫总的饭了。你醒了，去吃饭吧。不用了。你想让我抱你去啊？去给我倒杯安神茶。好。如果发现一夜情的对象是有女朋友的怎么办？江宁，我刚刚听说你低血糖晕倒了，我给你买了2颗糖，给你。没事的，我来帮你煮吧。江宁，我刚刚听说了一个八卦，我们学校之前有个同学，她自杀了。自杀？她怀孕的时候，她的老公和她的朋友搞在了一起，然后她一气之下吞药自杀，一尸2命。你觉得可不可怕，江宁？江宁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觉得他这个朋友很不要脸？要是我朋友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恐怕我也控制不了。不会，诗薇姐，我不会。江宁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还能不相信你吗？你妈妈也是被第三者搞成这个样子的呀。要是你做第三者的话，那岂不是就等于伤害了你妈妈？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工作吧，好好完成工作，然后赚更多的钱，带你妈妈离开这个地方，去想去的地方。好的，诗薇姐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江宁，你今天去这么早啊？我忘了拿文件。躲我？这是后续项目进展文件，你送到莫总办公室去。进。这堆文件，看一下。这不是您和刘总监签的吗？会议上数据都是你提供的，刘总说希望你也参与进来。真的？什么时候说的？1周前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给我机会了吗？你这1周看见我跟个老鼠看见洞一样。江宁，
莫总啊，很看重和刘总的合作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你最近就在莫总的办公室工作吧。我已经叫人加了椅子，相应的项目文件都放好了。江宁，工作机会难得，你应该学会自己争取。你学习能力不错，你应该不想只做秘书吧？为了自己以后，也为了妈妈，只有自己学习的足够多，才能赚更多的钱。好。江宁怎么回事？莫总都来了，他居然敢迟到！啊，楚助理，你不知道吗？江宁从今天起在莫总办公室办公吧。什么？楚助理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请你保持安静。抱歉，肖特助，那个项目我……楚助理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刘总点名要江秘书参与项目，你去负责其他项目吧。抱歉，我会向莫总亲自道歉的。又是该死的江宁。怎么看上去怪怪的？对不起，莫总，我拿错您的杯子。莫文应该不会再有别人用过的杯子。我赔给你吧。3万。3万？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我赔你个新的。没想到他和小野猫是一样歹毒。这个杯子挂二手市场，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江宁，不要让我在二手市场看到这个杯。啊，不会不会，莫总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你怕什么？心虚啊？我没有。那你去跟莫总说你退出刘总项目。江宁，你不觉得你和我的男朋友走得过于近了吗？是薇姐，这是工作安排。难道你想让我成为那个自杀的同学吗？是薇姐，我没有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你。新来的呀，没长眼睛。名模下堂，唯一和莫文传过绯闻的女人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莫总现在在工作期间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听说莫总身边来了个女助理，还以为有多不一样呢，现在看看也不过如此。我劝你一句啊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鹬蚌相争于温谷，好事。莫总。下堂，我天，没想到居然亲眼见到大明星，这人比照片好看。有什么事吗？莫总，你忘了1个半月前你就让肖助理和我约了时间，我一下飞机就赶了过来，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呢。这反正也快到饭点了，正好我约了餐厅，要不坐下边吃边聊。走，一起去。哦，好。江秘书，麻烦你去催一下菜，顺便再泡杯茶过来。哦，记住，我的那杯要用凉水过一下，如果太烫的话，伤着我的胃和嗓子，那可不太好。我最近有不少活动。莫总，他是谁？你不是不喜欢私人秘书跟着你吗？你以什么身份质疑我？莫总不是和知薇姐在一起吗？现在算什么？出轨？这应该是特调酒吧？对不起，我帮你们把这个重新点上。那个打火机，莫文随身携带，谁碰都不行。他这芯儿好像点不着了，我给你们换一个行吗？你，莫总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那个，我再提醒一下，别忘了明天的工作。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了，就要尽职尽责的把它做好。莫总，菜还上吗？上。肖助理还给我备了员工餐，我先走了。好啊。那个，你把陪吃饭的人吓跑了，那这次的饭钱就从你工资里扣。吃，我来吃，我吃。莫总，这款是现做的苏可白面包，搭配的是意大利进口橄榄油，质地和口味非常轻盈。
这颗心为真爱之心，两位谁要吃掉？我爱吃面包。好的。发现老板疑似出轨，他女朋友是我好朋友，我该怎么提醒他？你还敢提醒？不想干了，只能适当暗示。有道理。怎么暗示？可以放歌，用歌词提示。接下来为你播放《你算什么男人》。江宁，我算什么男人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江宁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哦，江秘书在车上陪莫总方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哇，江宁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大胆！你是不是误会莫总和夏小姐的关系了？他们不是那种关系吗？夏小姐是莫总签约的女伴，私人宴会防止别人塞女人，莫总提供资源，她陪莫总出席，纯粹的工作关系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莫总为什么不照处？小哲，怎么跟个鬼一样，吓死人了！江宁，我听得见。江宁，抱歉，昨天的事情是因为我和莫总有些赌气，才会那么对你说那些话。志薇姐，要不你和莫总好好聊聊吧，说开就好了。再不然你和莫总公开吧，你能力不错，别人肯定不会说你靠男人，这样你们也能出双入对了，也不怕别的女人乱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和莫文悬殊太大，要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没有一番作为，他们会说我配不上莫文的。谁会祝福我和莫总？莫文给了我豪宅、金卡、工作，唯独没有给我女朋友的身份。可莫文开始明明对我很有兴趣，都是因为江宁的出现破坏了我的幸福。祝福谁？江秘书他说他想谈恋爱，所以让我帮他介绍一下。他说要是成了的话，以后一定要祝福他。江秘书，你要找别人谈恋爱？莫总，你要谈恋爱？开玩，江秘书这么年轻，想谈恋爱很正常。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喜好，帮你找一个不超过25的。这不明摆着还说26的莫总啊！志薇姐，你刚刚为什么这样说？江秘书这么年轻漂亮，在莫文办公室工作，你不找男朋友，难道你是喜欢莫文了吗？我不喜欢他的。那就好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明天你去见一见，他人挺好的，幽默风趣，你明天去看一下吧。我不想去。难道你是真的喜欢莫文？好，我去。但志薇姐，这是最后一次我和你讨论关于男朋友，我不希望有下次。江宁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敢这么和我说话。喂，江宁，你去店里帮夏小姐拿一下定制的高跟鞋，周五之前送到华松园附近她的工作室，今晚她陪莫总参加私人宴会要用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江宁，你是莫总的私人秘书，一切都要以莫总的事情为先，有些事能靠边就靠边，知道吗？哦，你放心，我今天刚好要去华松园附近，来得及。不是你今天有约？嗯。今天好不容易休息，你好好打扮一下，你等着。快去换上这个。江秘书，第一次看她穿裙子，还挺适合她。肖助理，我送完东西，今天我有个相亲，我就先走了。相亲，江宁，你挺能耐啊。12万的鞋子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打车吧。啊，走，不好意思啊。哦。
签收一下。好的。秦先生，这顿我来请你。另外，我想解释一下，饭钱我早就付了，只不过是让酒店换个房型补个差价而已。那个房间有大浴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玩得很开心。酒店？吃完了吗？走吧，钟点房只有2个小时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们才刚刚认识。你装什么？出来不就是卖的吗？我不是，滚！哎，放开！好了，宝宝，我现在就带你买礼物啊！你个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，我弄死你！喂，警察吗？这边有人打架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情人。你胡说！警察叔叔，我以为他来找我，他就同意了。我是真把他当成女朋友，以为他只是耍点小脾气，可是没想到把我打成这样。不管对方是不是你女朋友，只要对方说不，你就不能违背对方的意愿。可现在受伤的是我要求赔偿，不接受和解，这是我的权利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们会公事公办。这样，你先通知你的朋友和家人，餐厅那边也需要协调。哦，好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是危机。肖先生，请你帮帮我。等着。是你答应我儿子出来约会，又怎么能把他打成这样？我没有答应他约会，是他强迫我去酒店的。嘿，我看你就是想从我儿子身上捞钱。我儿子没看上你，恼羞成怒。关律师，你看像他这样的案子该怎么处理？故意伤害1至3年刑期，加上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至少10万。明明是你儿子，乖乖跟警察说是你的问题，赔个1万块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否则，我们给钱。你不能给钱，我没有错。需要数一下吗？拿了钱就应该出具相应的材料，章情鉴定、误工鉴定，还有主张诬陷江小姐、敲诈勒索的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看来你们是拿不出来。接下来就跟江小姐的律师们聊吧。他能有什么律师啊？赵律、王律、韩律，景仰大名啊！你是谁啊？他们的律师。你们的材料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时间很贵，现在开始吧。不是。关律师，你以为你们人多，我们就能害怕？你儿子蓄意强奸、强奸未遂、敲诈勒索，赵律判几年？10年吧。这位小姐拒绝了去酒店的邀请，是这位先生拽着她离开。我看他发消息说今天务必要搞定这位小姐。我们不要钱，走，儿子。警察局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穆总在外面等你。他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没有他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把3位顶尖律师找齐？你们干什么？楚之威认识吗？认识。之前我们俩是大学校友，后来他带着奖学金出国留学了，再后来我是真不知道了。他找你干啥？他是要给我介绍个女的玩。手机。你和他关系挺好的。还行，他人缘一直都挺好的。今天，我错了，我没见过江宁，也没见过您，以后我绝不乱说一个字。滚！把楚之威从头到尾查一遍。好的。穿成这样，就是为了他？不是的，今天是周日，我就想穿得好看一点。如果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我肯定不会穿了。我知道我不该穿裙子，这样就不会弄脏小云的裙子。江宁，你真是好话一句不听，坏话逐字分析。莫总，夏棠摔骨折了，今晚的私人宴会怎么办？需要我联系其他人吗？怎么了？幸亏夏棠喜欢在网上分享炫耀，让我提前知道她今天会穿哪双鞋。现在夏棠的脚废了，江宁应该也被玩废了吧。
不错。江宁，这是今晚宾客资料，能记多少记多少。哇，华谊资本的方总居然和我同岁，这是蒋总吧？他的书好厉害。江宁，你要不从第一页开始看？啊，莫总太厉害了吧，排第一个。我不厉害，我不会写书，年龄也不小，我不厉害。好记仇啊！行了，走吧，路上记。哦。跟着。莫总，您来了。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谭先生，久仰大名。你也认识我？我经常听莫总提起您设计的机器，莫总也想和您聊聊，没想到您两位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这不是果汁吗？谭总，我先过去一下。谁让你乱跑的？自己喝多了，自己什么德行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出了事情，我不会管你。江宁，你要是跟你妈，我再也不会管你。江宁，你要敢说跟你爸，以后我也不管你。别不管我，好不好？我也要喝水，我渴了。自己来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莫文。你明天不会还要忘记吧？这个是你的。小姐，我们已经要打烊了，你已经喝了5杯咖啡，都快凌晨3点了。我们为了你已经延续了1个小时的闭店时间呢。莫文，难道他看都没看？仅他可见，他都不联系你，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你。你闭嘴，你懂什么？他只爱我，我是他的女人。江宁，你这个贱人，口口声声说对莫文不感兴趣，骗我！你给我等着！我以为你脑子里全是豆腐渣呢，没想到。你最好不要忘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否则我都记得。昨天发生什么了呀？江宁，昨天顺利吗？你们一直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秦先生是什么样的人？昨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怎么了？秦先生他家境挺好的呀，你要是嫁给他的话，我相信你也会过得好一点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他？那我以后再给你介绍点其他的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谈恋爱。不想谈？还是说你喜欢上我男朋友了？江宁，你昨天到底和谁在一起？如果你很在意我的存在，我们现在就去找莫总说清楚。只要能留在莫氏工作，我愿意调岗。不行。
夏小姐，夏小姐，你怎么能乱打人呢？江秘书现在在莫总办公室工作，要是被莫总看到的话，莫总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那我倒是要看看，莫总不会放过谁。小哲，拿解约合同。是。莫文，你居然为了这种下三流的小秘书跟我解约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你老板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心机？为了替代我去参加宴会，故意弄坏了我的高跟鞋，他害得我骨头摔伤了。不是我做的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店员已经检查视频了，鞋子在出店之前没有任何问题。莫文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江宁，你赶紧道歉，不就没事了？就是啊。老师，就是他偷的。放学我们都走了，就他还在。就是他，他家里穷又没有爸爸，肯定是他。江宁，是不是你又上错菜了？客人生气了，赶紧过来道歉。江宁，道歉！每次都是这样，每次我极力解释也不相信我，每次都不相信我。江宁，说清楚，你还有3分钟。江宁，你就别逞强了，做错了事情就乖乖的道歉。我相信夏小姐大人有大量，不会和你计较。还有2分钟。夏小姐，我要报警。谁要报警？怎么那么快？我还没打电话，难道又是萧哲？是我。说明一下情况吧。是他。视频里可以看到，江小姐摔倒后，是这个少年故意将鞋盒踢到了车辆后面，也可以看到他趁机调换了鞋盒里的鞋子。确切的说，除了外包装，里面所有东西全部都被调换了。你说什么？真鞋子被调包了？是的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会追究这个人的。等一下，不能追究。你现在的工作都和时尚有关，如果让品牌方知道你穿假鞋不自知，还摔成这样，以后哪个品牌会跟你合作？算了，我不追究了。夏小姐，等一下。莫文，好歹这么多年我都帮了你，江宁能帮你什么？你说。风兰集团陆总最近一直在跟莫总相谈，陆总太太夫妻关系和睦。夏棠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，当你的能力配不上我给的资源，你应该庆幸我给你提供解约合同的机会。捡起来。等一下，你当我这里是你的秀场，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？对不起，莫总。打回去。你敢？莫总，我不知道那个男生会是那样子，是我害的江宁，是我太傻了。一个男人2句话就能让朋友介绍过去，夏棠一个陌生人随便说2句就能让你怀疑朝夕相处的同事。楚之薇，你真的这么蠢吗？莫总，江宁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也真是的，他要是真的对秦先生不满意的话，他直接跟我说就好了。女孩子之间的话题，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呀？他倒是没说过，倒是你介绍会所老板手机上为什么会有你的手机号啊？忘了以前给会所老板打过电话的事情，没想到莫文居然查得那么仔细，幸好弟弟的事情做得够仔细。莫总，你知道的，我可是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你，而且我大学的时候过得很不好，到处兼职，给会所老板打电话不是很正常吗？楚之薇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的小聪明，你知道后果。不行，莫文现在是真的怀疑我了，得赶紧除掉江宁。肖助理，谢谢你帮我报警。
不是我。你以为没有莫总的权限，我能这么快拿到商场监控？警察能毫无阻拦地达到顶楼。你该谢的是莫总。过来。莫总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一定听话。听话。江宁，你别把我想得太好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好，宋泽，认识一下。美女，认识我？当然认识，江宁的前男友。聊聊。哎，听说夏堂得罪了大佬，所有的品牌代言都撤了。到底什么大佬这么厉害？至今圈内一个明星都没站出来帮夏堂说话。谁要帮他？之前就爆料他仗着有靠山，私下耍大牌欺负新人，还把人家工作人员打进医院，现在最多算是报应。江宁，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就在我们公司楼下不远的，你有时间吗？本来都决定要和楚之薇以后保持距离了。真的很抱歉，这段时间我疑神疑鬼了，以后我希望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。以前之薇姐对我很好的，算了，就一顿饭，离公司也不远。江宁，这里。江宁，我们一起来莫氏，好久没一起好好吃饭了。这家餐厅的菜超级好吃，等会儿你一定要尝一尝。江宁，你看看这像不像我们之前兼职的时候常吃的那家餐厅？我去个洗手间。听说你给别人当情人，给别人当倒不如给我当，给你开3倍价格。你管，再不管我报警。江宁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次啊？聊聊呗，好歹啊，我们也是相识一场。那个老头子的身材能有我好啊？切！江宁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看到一个男的在纠缠你，我就立马叫了服务员。没事，没事就好。现在的男的真是太可恶，看到美女就想搭讪，害得我们都没法好好吃完这顿饭。下次我们再约。之薇姐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好。滚出去！都给我滚啊！夏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是你吗？怎么，在末世还没看过我的笑话，还想跑到医院来看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和你谈合作的。就凭你还想跟我合作？不好意思，我怕脏了手。这花再漂亮，失去养分也没几天可活。夏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代言调光工作取消，被安排酒局，经纪人让我求莫文，可莫文不顾情分断联。你对莫总的心思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！我承认我有私心，这都是江宁逼我的。他偷走我的项目，要不然他有什么资格坐进莫总办公室？要不是江宁，莫总身边最信任的女人，应该依然是你。你想怎么做？夏小姐放心，脏不了你的手。好。这个贱人！江宁的出现，你确定你还能顺利加入宋家吗？
死江宁，你给我等着！江宁身边一直有人，根本近不了他的身。你给我发这些照片，没那么好心，只是单纯的提醒吧。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，我想帮你有何不可？怎么帮？我听说陈家在给傻儿子找媳妇儿。陈家？我好像听我爸说过。陈家老爷子放出话，谁家的姑娘愿意嫁，彩礼1000万。等江宁嫁给他，你不仅可以放心和宋泽结婚，你们江家还能靠陈家这棵大树一举两得。江宁，爸，宋泽他又去找江宁了。什么？爸，要不是当年我和宋泽一夜情，我又那么听话，他是不会对我负责的。爸，江宁和宋泽现在真的勾搭在了一起，这么多年你对他都是不闻不问。如果宋泽真的不娶我了，我们家的一半生意都要靠宋家。要是江宁报复，他敢！爸，我有办法。陈家不是在找儿媳妇吗？把江宁嫁过去，这样不仅能得到1000万的彩礼，我们后续和陈家还有合作，还能断了宋泽的念想。江宁怎么可能同意嫁？他妈妈不是在找肾源吗？我同学刚好在医院工作，刚好帮他找到了一个匹配的肾源。这……爸，难道你真的要看到江宁抢走宋泽吗？做。上次为了拿2万的内衣，忘了把他拉黑了。江宁，你妈现在可不在医院，要想知道你妈在哪里，老地方见。要是被其他人知道，想想你妈妈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？喂，你妈3天前就被接走了。怎么办？报警吗？万一伤害我妈怎么办？莫总，我这2天有点事情，先请个假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我妈呢？你骗我！你放开我！江宁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？那你为什么让我来这儿？是你让我来这儿。莫总，谢谢你昨晚送我去医院。没事。江宁他还没起来吗？江宁昨晚没回来啊，他不是请假了？哦。莫总，大门外来了几个警察。莫总，打扰了，请问您认识江宁吗？怎么了？昨晚我们接到报警电话，根据信号，在威顿小学1公里外的垃圾桶内发现了他的手机，可是已经完全损坏，现在已经完全联系不到他的家人了。没想到江宁居然学聪明，他还敢报警！不，我绝对不会让江宁破坏我的计划。警察叔叔，不会吧？江宁他早就换手机了，这么旧的手机肯定不是他的，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啊？让我看看。我们查过监控了，发现在江宁消失的地方是个死角，在其他监控里前前后后只有车辆经过，完全看不到他离开的痕迹。这个贴纸的确是江宁的手机，立刻给我去查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你发消息让我来接我妈吗？我没有找你，明明是你在学校门口约我跟你见面的。手机。江宁，你又想玩3年前的把戏，又想让我对你负责是吧？我没有，
江宁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感情，想让我对你负责也可以，但你也知道我要娶的是西月，我也可以当你的情人。放开，放开！宋泽，我们有可能被绑架了。江宁啊，你可真有手段啊！很得意吧？要不是你，谁敢逼我喝酒应酬？都是你，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呢，很快，江宁，你也会变得跟我一样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等我把这些照片发在网上，姐夫出轨姐姐，一定很有看头的。夏棠，你收手吧，你摔倒的事情真的不是我干的。够了！今天西月会来找我，找不到我，自然会派人寻找。难道我们就等着他把视频上传吗？那能怎么办？啊，看样子夏棠应该是个疯子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视频上传能如何？到时候把你推出去挡一阵，我自己出去躲躲风头，自然就会没事。你居然打我！汽油！夏棠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你放开我，你让我们宋家做什么都行。你凭什么阻止我？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救命啊！张宁，快走！夏棠她疯了！不行，不行，夏棠不能死，死就没人能证明我和宋泽的清白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走呀！夏棠点火了！江宁，救救我！只要你救救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到底是谁在害你，害你！江宁，江宁。江小姐，对于夏棠死前对你的指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指控？这个火机上没有任何指纹，而且很巧，它就落在你昏倒的旁边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是我放的火，是他绑架的我，是他点的火，我怎么可能放火烧我自己呢？江小姐，你别激动，我们只是例行询问而已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会不会是你在和夏棠争吵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火机，所以点燃了汽油？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夏棠所购买的汽油并不纯，否则你们也跑不掉。他应该只是想吓唬吓唬你们，结果没有，不是我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污蔑我？江小姐，这是我们在夏棠手掌心下发现了他死前留下的信息，差了最后一笔的江。江小姐，据我们调查，你和夏棠曾经结怨，请你坦白从宽。不，我跟夏棠在现场没有肢体冲突。宋泽，你们可以问宋泽，我们被绑在一起，他可以证明不是我点的汽油。宋泽说，他出来的时候看到你和夏棠正在争执，而且他是被你骗出来的，也不认识什么夏棠。不是的，是他骗了我，是他绑架了我妈妈，我才来的。我手机里有证据，我手机呢？是这部旧手机吗？你的另外一部手机也已经在大火里面被烧成灰烬了。而且还有江小姐，你的母亲一直都在医院，绑架……他只是为了撇清关系，他只是不想被调查，不是真的。那楚小姐呢？楚小姐手臂烧伤严重，她精神状态很差，但她还是在一直为你辩解，说你不是故意把夏棠留在火场。我害死人了，还害得楚之薇被烧伤。看来宋家百万律师没给你们好脸色看吧？你们是怎么证明那个字？我说它是一幅画也可以。调查疑点是你们警察的职责，不是江小姐的责任。如果你们需要律师对接，我这里有名片。好，我们会调查清楚，那就不打扰休息了。你妈妈现在人在宋家的医院，要想你妈妈不出事的话，就别乱说。你妈妈的肾源已经找到了，
要想救你妈妈，明天下午自己出院到对面的咖啡馆。宋家这次花了血本，就是为了把宋泽从这件事中摘出去。他是连一个字都不会说实话的，反而会嫁祸给你。肖助理，谢谢你。你该谢的不是我，是莫总让我在这里等你苏醒。他早就知道以你的性格，根本应付不来警察。谁知道你现在还维护宋泽，依旧什么都不说。莫总在哪？楼上楚之薇病房。没事啊。楚小姐，对不起啊，莫文，我不要看到他，快让他走！为什么只有我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莫文，我不要，我好害怕，让他走！出去！莫文，当初你说过，留在你身边你会补偿我的，你说过的。现在他一次次犯错，你却一次次偏袒他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我不后悔救江宁，但是我一看到他，我的伤口就疼。我不要看到他，我不要看到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了。小哲，处理一下。莫总，江宁这事疑点重重，或许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别。警局那边你不用担心了。宋泽说慌乱中的确听到楚之薇说下堂点火了，楚小姐帮你出面解释了，她伤口太深，所以忘记了很多事情。她一直想证明你是想救夏堂，至于同伙，可能是你听错了。言外之意就是都过去了，是莫文暗中给宋家施压了吗？虽然绑架的事情不明，但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结果了。谢谢。江宁，就凭你也想和我争？哼！现在我倒是要看看，还有谁能来帮你这个残花败柳。七月，发泄一下就行，别在他身上留下伤痕，他还有别的用处。知道了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别着急嘛，江家可是给你妈找到了适配的肾源，想要救你妈，就乖乖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陈家需要有个媳妇儿，生个孙子。江宁，你嫁过去就是陈家的少奶奶了，傻的也是男人，老头你也能伺候，傻的呀比老头好。好。要我嫁过去可以，必须现在立刻安排手术。我必须看到我妈安全移植，否则我死也不嫁过去。到时候陈家来要人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变出一个新的女儿。江宁，你敢？你个贱人，竟然还敢威胁爸爸！爸，怎么办？好，我马上找人安排手术。手术很成功，你准备嫁人吧。等你出嫁的当天，你母亲就会转到莫家医院。好。你的办法还真灵，江宁已经答应嫁给那个傻子了。夏棠的死真的没关系吗？夏棠的死已经被处理了，不会有人查到你我。毕竟现在谁也不相信江宁的话，
谁会相信夏棠还有2个同伙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只需要等着做你的宋少夫人就行。一个明星的死，竟然能处理得如此低调，对面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置江宁于死地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反正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再联系。你要是还想维持你在宋少爷心中的完美形象，就把关于我的一切都删干净。再见。姐姐，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明明贱命一条，却还要勾引宋泽。现在好了，老男人不要你，宋泽也不要你，你只能嫁给一个傻子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那个傻子其实他也不傻，只是脑子有点问题，但身体健康得很。听说他最喜欢折磨人了，上个嫁过去的女人被他折磨得精神失常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。害怕吗？晚了，爸爸已经收了钱，就算是死也得死在陈家。莫总，查到江宁了，江家收了陈家1000万彩礼，不里办的很齐，没有对外宣扬，就在今天。立刻出发。怎么回事？前面有人挡住了去路。江总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呀？莫总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？莫总，这是小女的婚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婚事？绑着手，捂着嘴的婚事吗？爸，快拦住他！来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你给我住嘴！爸，惹恼了莫总，我们江家还怎么混？病人失血过多，但抢救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莫总，您先去休息吧，我去守着。不用。江宁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莫总，技术部已恢复所有监控。江宁，我会把你之前受的所有委屈都讨回来。是楚之威发过来的。先不要告诉他。莫总，你醒了？我是不是死了？我怎么出现幻觉了？别说傻话，是我。别动。莫总。我在。妈妈，他们绑架了我妈妈。你妈妈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已经转到墨家的医院，有最好的医生照顾着。是江西月绑架了我妈妈，威胁我去见宋泽。我不知道夏棠是怎么死的，当时我已经摔倒了，是楚之威喊着火了，我才知道着火的，不是我点的火，我不知道火怎么着起来的。江西月，我感觉夏棠还有同伙，不是江西月。你别想那么多，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我的手串我都知道了。那晚事我不会强行要求你对我负责的，你和楚小姐不用担心。江宁，你是不是傻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跟楚之威是那种关系了？那你对他那么好，是因为之前他说那晚的人是他，我出于补偿才对他纵容。什么？你跟知薇姐不是相恋多年？小傻瓜，看来你被骗了事情还不少，
没事，以后就交给我。不，我要自己讨回来。莫总，我们走访当地查到了一户农家摄像头，视角能模糊照到仓库外围的，但是说能看到楚之威在火灾发生前，楚之威是和夏棠面对面的，但放火的动作过于模糊，刚好是监控死角，根本看不清是不是夏棠放的火。曾经离开过仓库，去向不明。查，给江家、宋家施压，还有，重新查一下夏棠身边的人。是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楚小姐，该换药了。等等，莫总还没来吗？没有。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。这位，抱歉啊，昨天有一个会。莫文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怎么会啊？看来莫文终于对江宁死心了，他终于看到我的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直接住到莫家吧，医院这里人多又杂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可是莫家的女主人。莫文终于承认我了。我终于住进莫家了，现在离莫家少太太的位置只差一步。莫总，喝杯茶吧。今晚我一定要拿下他。莫总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他很谨慎，没有留下任何有用信息。给他手机安装个监控，还有，整个监控莫家能覆盖了吗？放心，他就算变成蚊子行动，也得留下蛛丝马迹。好，过2天伪造一份孕检报告给他。孕检？他不是想当莫太太吗？我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在莫家安心养胎，放松警惕，再让江宁出现在他面前，我不信他不着急。哼。总算是成功了，但是怎么感觉头昏昏的？夫人，莫总吩咐您一定要吃早餐。楚小姐，这是前几天的孕检报告。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莫总让我吩咐你，在老宅安心养胎，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。我终于要熬到头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小心别动了胎气。江宁害你变成现在这样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他。我让他做你的保姆，在你身边一辈子赎罪。莫文，
我不要，我看见他肚子就疼，我不要他在这里。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没听见太太说的吗？滚！好的，楚小姐。该死，他怎么没被折磨死？莫文怎么还把他带回来？江宁他怎么会出现在墨宅？他现在不应该被绑在陈家吗？你说过做死江宁的，你承诺过我的。难道你想让宋泽知道他的真面目？楚小姐久等了。楚小姐，什么事？楚小姐，根据会所老板和江西月的口供，我们怀疑你与一起绑架案有关。什么？莫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你骗我，你没有喝那杯酒，你是在演戏，你这个骗子！彼此。江宁，莫文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说过会给我补偿，我现在就要兑现，我让你放了我。你是说会所那晚吗？是他，都是他，是他让我绑架江宁的，也是他让我绑架江宁妈妈的。警察，我这有证据，信息都有，你可以查他那个手机号。贱人，居然你也欺骗我！这个手机里面有你挑唆夏堂绑架的直接证据。根据仓库的录音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涉嫌杀人放火。楚志威，你涉嫌绑架、故意杀人、教唆犯罪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江宁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轻轻松松就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？你错了，我比你强的地方，是我从来没想过害人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宁宁，是妈妈拖累你了。你怎么想出给楚志威造假云单来骗他的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足够自信，不过他沉不住气，在他放松警惕时见我，肯定会被当头一棒打得晕晕的。那他必定会有所行动。不过我没想到江轩那么傻，什么都听楚志威的。江宁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教教你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终于在一起了。是啊，穆总这棵铁树啊，终于开花了。